大家好，我是罗乙，欢迎来到罗乙时间。这里是生命与 DNA 科学系列之3，生物学的盲点与误区第5集。当前生物学认为，突变是进化的动力，时间够久，一切进化都可以发生。分子人类学从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，发现这只是生物学的盲点与误区。从 DNA 编码的解码看见，由于人和一切生物的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是恒定不变的。所谓突变是进化的动力，只要时间够久，一切进化可以发生，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事情。为什么对立的恒定与突变在一切生命中能够和谐共存呢？严格说，有突变不能算恒定，恒定就不应该突变。但事实是 DNA 编码的确有突变， DNA 整体的确是恒定的。为什么 DNA 编码突变没有影响 DNA 整体的恒定呢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 DNA 整体代表的是生物整体， DNA 整体恒定意味着一切生物都是恒定的。我们先来了解 DNA 与人体的关系， DNA 与生物体的关系。人是由40到60万亿细胞构成的，几乎每个细胞中都有23对染色体，以及它所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。可以说，我们人浑身上下都是这样的 DNA 编码，人就是编码编出来的。这个螺旋结构就是染色体，染色体就是由4种碱基，也就是4个编码代码 ATCG 构成的。虽然说每一条染色体它都是螺旋结构，都是 ATCG 4个编码构成的，但是由于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不一样，它所编排的序列不一样，它所要表达的信息也就不一样，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。我们来看美国基因银行发布的人类基因组的一个数据，这边呢是人类基因组的数据，这边呢是黑猩猩的基因组的数据。我们先来看人的啊，我们人的基因组呢是由22条长染色体，就是1号到22号，就是22条长染色体，还有2个性染色体 X 和 Y， 一对性染色体，一共呢就有24条染色体构成了人类的基因组。那我们从这个基因组的数据图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24条染色体，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不同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不一样。你像1号长染色体24925万多，2号呢是24319万多，那3号呢是19802万多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而独一无二的编码数据的编码就编排出了
独一无二的编码序列。因为编码序列是要编排的，它的序列不一样，序列不一样要表达的信息不一样，所以每一条染色体要表达的信息都是不一样的。24条独一无二的染色体所构成的基因组也是独一无二的，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基因组。人类基因组一共包含了30亿的 DNA 编码，这30亿 DNA 编码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，信息决定形体，它所决定的我们的人体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这就是 DNA 编码和我们人体的关系。那么 DNA 编码和其他的动物植物呢是什么关系呢？同样，动物植物也是由细胞构成的，而细胞里面呢同样也是由染色体，有 DNA 编码。染色体的形状也是这样的螺旋结构，染色体也是由 ATCG 这4个编码构成。那区别在哪里？区别同样在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不一样。这是黑猩猩的基因组，对不对？它们的基因组呢是由26条染色体，就是24条长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。它们的染色体比我们人类多2条，但是呢，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你找不到2个相同的编码数据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多少？1亿，它也是1亿4100， 4100，可是14186万，14144万，没有2条相同数据的编码，每一条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数据独一无二，它编排的序列独一无二，它要表达的信息独一无二。每一条独一无二的染色体就构成了它独一无二的基因组。它独一无二的基因组的信息呢，它有33亿多的编码信息，长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黑猩猩的形体。那我们扩展来看就知道，每一种动物植物它都有它独一无二的染色体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基因组。独一无二基因组的信息呢，就长出它独一无二的形体。所以虽然前面有好多相同的螺旋结构的染色体，相同的 ATCG 4个编码构成的染色体，相同的染色体构成了基因组，对不对？这都相同。但是因为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独一无二，序列独一无二，信息独一无二，所构成的基因组也是独一无二。形体就是由基因组的编码信息来决定的，所以基因组的编码信息独一无二，长出的形体也是独一无二。不管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，都是每一种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原因就在这里。这样我们从这编码的解码、数学的分析就看到了这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过来看编码在我们人怎么样进入了我们人体。我们知道一个卵子和精子的结合呢，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就有了一个受精卵细胞。受精卵细胞只有针尖那么大，虽然只有针尖大，可是它里面就有了卵子来的30亿编码，精子来了30亿编码，这样就有了60亿编码，23对染色体就进来了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细胞中都有了。而
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，两个分裂成4个，最后细胞分裂到40到60万亿个细胞。因为它在分裂的过程当中呢，23对染色体60亿的细胞，它都要 copy 到每一个细胞中去，所以每个细胞中就都有了60亿的 DNA 编码。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卵子30亿，从这里来的，你看到1号到22号常染色体，加上一个性染色体，就是30亿的编码。精子也是1号到22号的常染色体，加上一个性染色体，也是30亿编码。所以这样30亿合起来就是60亿。精子里面有22条常染色体，卵子里面有22条常染色体，合起来就是22对常染色体。那精子里面有一个性染色体，卵子里面有一个性染色体，合起来就是1对性染色体，这样就有了22对常染色体加上1对性染色体，就是23对染色体，包含了60亿 DNA 编码，就是这样进入我们人体了。60亿 DNA 编码呢，它是信息，这信息分3个部分，一个呢就是基因的信息。我们常常说基因就是指的这个，不是基因组啊，这是两码事。基因的信息在整体信息里面只占3%，比例非常小。基因信息指的就是我们人体肉体的这一部分，是基因的信息。还有97%的信息呢，一个就是调节控制的信息，这一部分信息应该是最多的，它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比如说我们各个器官的生长，器官之间的配合，还有刚才说的细胞分裂的时候，要把60亿的编码 copy 到每一个的细胞中去，所有这很多的工作都是属于调节控制的信息在处理。还有一个就是非物质的遗传信息，就是我们的特长啊、脾气啊、性格呀、天性啊、后天的还有我们的思维啊等等，就是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可以表现出来的非物质的遗传信息。所以当60亿的编码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呢，它分了3个部分，它的基因的这一部分是比例最小的。好，这就是和我们人体的进入人体以后的和人体的关系。那动物植物呢，同样它也有基因的这一部分，形体的这一部分，调节控制同样也有调节控制的这一部分，同样也有非物质的遗传信息这一部分。虽然和我们人有很大的不同，但是仍然是这样的3个部分。这就是精子和卵子通过它们的结合进入人体，这就是输入的信息。那输出呢，仍然也是精子。如果是男性输出精子的30亿，女性输出卵子的30亿。进化论说 DNA 突变就能够带来进化，只要时间够久。那什么是 DNA 编码的突变呢？其实简单说呢，突变就是改变。DNA 编码从 C 改变成了 T， 就是突变了，成了 T。我们来看一个例子，我们看这一组编码，这组编码呢，在这个位点上有一个 C， 之前呢是 C， 结果它发生了突变，变成了 T，C 突变成了 T， 这就是 DNA 突变。实际上 DNA 突变就是编码的突变。
那如果突变，你就要知道突变率，突变率你才能知道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。那分子人类学呢，从 DNA 编码的解码、编码信息、数学分析来看突变。数学分析看突变率，突变数是多少，这样就知道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，什么样的结果。突变率呢，只有10亿分之一。人体中有60亿的 DNA 编码，一次只有6个突变。人一生中平均是50次的细胞分裂，因为只有细胞分裂的时候，才会把里面的23对染色体60亿编码复制到新的细胞中去。也就是说，在 copy 复制的过程当中，才会发生突变。50次的细胞分裂，5、6、300，就是说一生只有300个突变点，60亿的编码300个突变，可以说微乎其微，非常小。一代人只有300个突变，仅仅只有1000万分之0.5的差异。因为突变是产生差异的原因嘛，所以突变才会出现差异。人类距今是20万年左右，平均1万代，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1000分之一的差异。也就是说，我和你之间每1000个编码999个是相同的，只有1个不一样。而1000分之一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，有了这个差异，我们才可以分清你和我。如果没有这个差异，我们就没办法分清人和人的不同了，全部都长一个样，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而这个1000分之一的差异使人没有2个相同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这多宝贵。那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分析呢，是编码和数学的数据的分析，它和人体检测的报告结果完全是一致的。这个就厉害了，因为检测的报告是非常权威的，数字都会说话，因为2边都是1000分之一，检测的报告是1000分之一，这个数学的分析编码的解码也是1000分之一。我们先来看这个权威的报告。2006年，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发布的报告说，在2003年的4月，当研究人员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后分析，他们确认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编码的遗传字母，在每个人身上都是99.9%的相同。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，个人的 DNA 差异平均只有0.1%，也就是1000分之一的差异。这是从这个权威的报告所得到的结论。而这个报告呢，是从人体的检测中得到的。DNA 编码构成了染色体，染色体构成了基因组，基因组里面的信息长出了人和其他生物的形体。而10亿分之一微小的突变率呢，它保持了染色体的恒定性，或者说它没有破坏染色体的恒定性，没有破坏染色体结构的恒定，着视力位置的恒定，编码数的恒定，
编码序列的恒定、编码信息的恒定、基因数目的恒定、基因排列位置的恒定，这些都没有破坏，所以染色体是恒定的，而突变没有破坏它的恒定。染色体的恒定就保证了基因组的恒定，基因组的恒定呢，就保证了人和各生物体的恒定。刚才的报告是一个权威的报告，权威在它是从人体检测出来的数据。那数学的分析呢，也是权威的，所以这两个权威，我们可以从数学家本杰明说，数学不是理论的构建者，也不是假说，但是它是理论和假说的法官，是理论和假说必须服从的裁判者。没有数学的认可，既没有规律可以遵守，理论也得不到解释。我们前面所有的分析都得到了一个解释，就是因为有数学的分析。数学是 DNA 解码的有力武器，数学能够最深刻、最直接地表明哪些是不可能产生的假说，哪些是必然发生的事实。我们前面的数学分析就可以看到，进化论说突变可以发生进化，这个就是不可能产生的假说。那我们也从数学分析到，突变没有破坏染色体的恒定性，染色体的恒定性也带来了基因组的恒定性，基因组的恒定性也保证了物种的恒定，这个就是必然发生的事实。所以说，数学是科学的女皇。我们来看这个图，这是达尔文的一个进化论的假想图。他认为所有的生物都是从一个根进化而来的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不知道 DNA， 不知道染色体。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，这么多的物种为什么都长得不一样，都各有各的特性呢？他们身体当中都有自己的染色体，看到没有？38条、78条、42条、60条，不一样的染色体的数目。但是也有相同染色体的呀，相同数目的染色体。你比方说，像这个蝙蝠是56条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猴也是56条，一个是天上飞的，一个是地上爬的。那还有我们人呢，46条，这个金氏绒猴呢也是46条哈。可是我们人和金氏绒猴的差异有多大呀？那我们前面分析了那么多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分析了。虽然都是46条染色体，可是因为每一条染色体，看到没有，它的数据编码数据不一样，编码数据不一样，然后它编排的序列也不一样，编排的序列不一样，它所表达出的信息也不一样。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在我们人体中的24条染色体都没有相同的2条，其他的生物同样如此。独一无二的染色体就构成了人和其他物种独一无二的基因组。独一无二的基因组里面主要是信息，像这个我们的基因组，人的基因组是30亿编码的这样的编码信息，就长出了我们人这样的形体。而这个金氏绒猴，它的每一条染色体也有它不同的数据、不同的序列、不同的信息，构成了它的基因组。它的基因组信息就长出了它这样的形体。
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DNA 编码信息来思考，你不能光从肉体上去想，你一定要和信息结合起来思考。作为电脑工作者就比较容易理解，他们最容易去思考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嘛，电脑的信息呢，它是2态码0和1组成序列来传递信息，我们人呢是由4态码 ATCG 组成序列来传递信息，都是一种数码的传递方式，所以电脑工程师是最容易理解 DNA 编码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。由于10亿分之一微小的突变率，就保证了染色体恒定不变。染色体呢，构成了人和其他物种各自独一无二、恒定不变的基因组。不同基因组的信息就长出了不同的生物。基因组信息的恒定就是生物的恒定。无论过多少年，都不会出现进化论所说的突变是进化的动力，时间够久，一切进化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从 DNA 编码和数学的分析所看到的结论，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。而进化论的伪科学的谎言，让我们从编码和数学就把它给揭穿了。恒定性和突变的这样的矛盾，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突变恒定，我们就看到了这对矛盾体是如何在生命中能够和谐的共存的。原因就是因为微小的突变率，编码微小的突变率，它不影响整体的恒定，染色体整体的恒定，基因组整体的恒定，它没有影响，因为它的突变率太小了，微乎其微，就是这个原因。